有一对情侣啊，谈了6年的感情，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要求是18万的彩礼。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，一来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，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，万一婚姻有变动，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。女方父母呢也表示自己养大女儿不容易，家庭条件呢也一般，所以不会陪送嫁妆。这位姑娘呢对男友确实是真心实意的，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。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，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，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能够委曲求全。但是男友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，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，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，开口就要钱，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。一气之下两人就闹了矛盾，分手了。讽刺的是不到1年，男士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、长相也不错的姑娘，彼此呢都觉得合适，年龄也大了，于是2个人就结婚了。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，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一辆车。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，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，所以才愿意出钱去娶她？男士说不是，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，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，家里满意，相处的舒服而已。他说呢，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，那总得给一笔钱吧，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？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知道之后非常生气，也很伤心，说自己那么爱他，和他在一起生活了6年，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。18万呢，宁可娶一位陌生人，也不愿意娶自己。而女方的父母也说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，喜新厌旧，明显就是渣男，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。这个男人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肯定会有人说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，不顾及6年的感情，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，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，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。其实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，大家呢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。彩礼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，因为男方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。问题在女方父母明知2人有6年的感情，却狮子大开口，直接跟男方要18万，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。这不是保障女儿，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。6年感情，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也应该有很多，最后还要18万，那真的不如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。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。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，付出呢都是相互的。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？因为彩礼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。还有那种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，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。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，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？如果想要钱的话，那咱就明码标价，买得起咱成交，买不起咱就找便宜的。双方自由恋爱，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，那不是简单的买卖，而是双方你来我往，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。这就好比你出门打出租车，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，但是好朋友提出开车去送你，你提出呢要给油钱，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，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？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，又想立牌坊吗？大家怎么看？今天呢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一位88年的姑娘呢，身高大约在这个160左右，有点偏胖，本科学历，在私企做行政管理的。她呢来找对象，说自己有些着急，亲戚家的这个妹妹都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都会打酱油了，说自己也不想再耽误了，想抓紧找对象。问她想找个什么样的，她说自己要求不高，就2个条件，一呢是想找市里有房子没有贷款，就是全款；二呢是想找工作稳定的，要求是事业编或者是体制公务员，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就行。这个时候旁边一位这个98年的姑娘她就听见了，她呢是这个本科学历，身高大约在165左右，年轻嘛，衣品也不错，也会打扮，在这个国企上班。她呢就对这个88年的姑娘说呀，你要求条件怎么这么高呀？有多少男的房子是全款呀？那公务员他也不多吧？我找本地有房子的，有贷款我也接受，工作稳定就行。
听的这88年的姑娘呀，是立马就着急了，好心劝起来这个98年这个姑娘，你呀太年轻了，你不知道物质条件对婚姻有多重要，你要找个有贷款的，那婚后啊你们还要一起还贷，以后生了孩子每个月都要用钱，压力啊会很大的，你的生活质量是直接就下降了。还劝这个姑娘说呀，找个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，现在男人啊都靠不住，万一哪天啊他对你不好，你起码还有钱花，总比嫁给个穷鬼好，最后离婚啊什么也没有，白白付出了几年青春。这98年的姑娘听了之后啊，也是丝毫不客气，就直接怼了过去，说大姐你怎么这么有经验，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，你比我大了整整10岁，还在私企做行政，你也没有比我优秀吧，长相身材也不如我，要求却比我高那么多，你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例子，为什么要劝我怎么找对象？听的那个88年的姑娘是面红耳赤啊，特别尴尬。我听了心里是直夸这个98年的姑娘三观真的特别正。很多啊明明自己就是婚姻失败者啊，却出来散播这个毒鸡汤，给未婚姑娘的几条忠告，说婚姻不幸福，没钱的婚姻更不幸，几婚离了都能找未婚的。还有那些啊说着千万别委屈自己啊，别将就，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未婚姑娘的择偶标准啊是越来越夸张，彩礼呢是越来越高，变着法想占男人便宜，一边想要女权呢，一边又想什么都不付出，坐享其成，不劳而获。那些毒鸡汤啊是让结了婚的想离婚，未婚的呢不敢结婚，真的是害人不浅。还有那么多的姑娘啊信奉为真理，找对象呢都是眼高手低，不看自己是几斤几两，天天都是在做白日梦，以为自己是个仙女，满大街的男人都喜欢。真想对这位88年的这个大龄姑娘说呀，你算计的那些你看不上的男士啊，他们也看不上你，而你想认识的那些男士啊，他们更看不上你，你再这样挑三拣四啊，真的可能要孤独终生。最近这半个月呀，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。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啊、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啊，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。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。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，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啊，嫁到了中国山村里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，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。这样的婚姻状态啊，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。特别是啊，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，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，像越南、老挝的，前几年啊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。那这几年呢，像乌克兰、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啊，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。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啊，未来几年呀，国外女生资源呢，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，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。当然呢，也会形成一种补充。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，2胎3胎的政策啊都在变，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，但很多的女方家庭啊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呀是只高不低，相亲的姑娘呢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，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呀，欧巴的偶像剧啊看多了，没有自我认知，择偶要求呢又太高，所以现在啊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。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，大概率啊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。最后男人们没办法，只能是另辟蹊径啊，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。究其原因呢，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，对房车啊也没有什么要求，也很少要彩礼的。东欧女生啊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。这个东南亚呀，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，虽然要求彩礼，但是基本都是在1到3万左右。所以啊，找国外女生啊更加实惠划算。另外啊，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，她们通常能接受啊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。当然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，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啊也是有一定关系的。甚至呢有一位89年的男士啊，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家里做生意条件是真不错，都跟我提出啊想去国外找媳妇儿。我觉得这些行为啊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。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，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？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，尤其是大龄的女士，有一些危机意识呀，并不是坏事。